今天是求职类的第2期视频，分享一下我针对美国求职修改简历的心得。对于简历呢，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观点，甚至有些人的想法是相悖的，所以一度让我非常疑惑，不知道哪一种更好。其实跳出简历的框，以一个看简历的人的立场去考虑的话，要清楚的知道是谁在看，他想要看到什么。这也就引出了我今天想聊的第一个大点：针对性。针对不同的职位，简历要相应的不一样，这个大家也都知道。今天呢，我不想说的这么简单，想更深入的聊一聊要怎么不一样，要怎么有针对性。这一点可能对校招的同学作用不是那么大，因为校招的时候我们一般都是海投，你准备一份自己最 general 的简历就可以了。大部分校招的同学可能对公司啊、职位啊也没有特殊的要求，但如果你是有一定工作经历的求职者的话，这一点就非常的重要。首先是针对公司的 culture 要有针对性，这一点在公司的官网上都能找得到。每家公司他们侧重点是什么？就像 Amazon 大名鼎鼎的 leadership principle， 不需要把整个简历大改，只要找到一些 keyword 把它展现出来就可以了，也给公司看到你做了充足的功课。第二就是对不同的职位也要有针对性，这一点就可以参考 job description。 你要去申请会计的简历和审计的简历肯定是不一样的，因为两个职位本身侧重点就不同。当然你不能直接拿来 job description 来照抄，但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参考。第三点就是对于你的目的也要有针对性。在我咨询过的前辈当中，有的人会建议说一定要写得非常的具体，你做过什么，并且要加很多你领域内的专业词汇，以展现你有丰富的经验。也有人建议说一定要言简意赅，用最简单的语言，一针见血。但是还像我前面提到的，要去想是谁要看这份简历。你申请 MBA 的简历和申请工作的简历会不一样，看 MBA 简历的人不一定对你的领域有所了解，所以你写很多专业词汇他们会不懂，你就要用最通俗的语言表达出来你到底做过什么。但是针对技术性很强的工作的简历的话，那就要相应的加一些专业词汇和专业术语。就算同样是找工作的简历，有些工作是需要非常具体的知道你有哪些技能，你是不是能马上上手，有没有 transferable skills， 但有些工作就不侧重你之前的工作经历，所以对你使用这份简历的目的性也要有相应的针对性。我自己也针对不同的公司、不同的职位、不同的目的性，可能有10几份简历都不止，会把它们标记成不同的名称。但不是说简历越复杂就越好，总体还是要遵循 easy to read。 比如说你要用中国的工作经历去申请美国的工作，当涉及到交易金额的时候，比起写人民币的数值，最好把它换成美金。看你简历的美国公司并不会把这个数字自动换算成美金，所以要想一下，当我说这句话的时候，看简历的人他们有没有阅读门槛，是不是一下就能理解，还是他们要迟疑一下他在说什么。还有和这一点呼应的也是，比如说你在小公司就职过，没有人听说过这家公司，那你可以在公司的下面用1行的空间简单的介绍一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公司，最好可以把公司在业内的地位，获得过什么样的奖项凸显出来，让大家知道这不是一个不正经的公司。同样你读的学校可能在另外一个国家没有人知道，那也可以稍微解释一下，比如说这个学校在我们国家排名前几名啊，是以什么闻名的呀，就是要去 build your credibility， 把简历的阅读障碍降低。第二大类呢，我想分享一些内容方面的。首先有工作经历的人呢，可以在简历最上方用3到4行的空间写一个 summary， 这是简历最好的位置，所以一定要每个单词都经过深思熟虑，千万不要写一些没有用的空洞的词，比如说什么 personable and detail oriented， 谁会说自己不 personable 呢？在简历的 bullet point 里面呢，也要强调自己做过的一些 impact， 就是你做了什么，这件事情带来了怎么样的结果。看简历的人更加关心结果而不是过程，所以最好突出因为你的存在给企业带来了怎么样好的结果，或者是好的影响。比如说你起草了一份 memo， 那是不是就是说你做了一份 template， 之后有人想要写相似的 memo 的时候就可以用你的 template， 那这份 template 是不是就对整个 team 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？再比如说你升级了公司的系统，那比起说 upgrade the system， 可以说 improve the efficiency by upgrading the system， 你升级系统它带来的结果肯定就是效率提高了嘛。所以以这个为思路，你造成了怎么样的好的结果为导向，开始一个句子，后面加上by 做了怎么样的一个动作。所以起草一份简历是非常耗时，要仔细的想每一件你做过的事情。我建议呢，可以把你任职期间做过的所有的事情都列出来，你做过哪些事情，有过哪些 achievement， 得到过什么样好的结果，都列出来了之后，再把语言给它润色一下，让它看起来更高级。比如说你在银行前台实习，给客户提供向导，比起说 provide guidance to the client， 你可以说 interview the clients to determine their needs and provide the customized
services， 这样也侧面的体现了你的 communication skills。但我绝对不是说让你吹嘘自己哈，把自己说的特别高大上。其实之前辅导别人简历的时候，经常会跟我说，哎，其实我就做一些非常简单的工作呀，就是一些 copy paste， 没有什么可说的。但是在我看来，就算是 copy paste 这么简单的工作的背后，其实也能学到很多东西。仔细去想想，当时为什么要去做这个 copy paste？ 你完成了一个怎样的报告？在做这个的过程中，是不是对这个项目更加了解？以这个为思路，看似很重复性的工作，也能润色出非常高级的语言。那在润色更高级的语言当中，就一定必不可少的下一点，多用数字。数字可以让它看起来更加的具体形象。比如说前面说的提高效率，再加一句就可以说 improve the efficiency by 20%。这里面的这个百分比肯定不是你瞎说出来的一个数字，要有一个自己的计算逻辑在里面。这个数字呢，也可以体现在你 manage 了几个人，完成了几个项目。你简单的说我提供了审计服务，和说我为15个客户提供了审计服务，一下就生动了很多。还有当你想表达体量很大的客户，你可以说这个客户是 revenue 1 million 级别的客户，一下他们就知道哦是个大客户，或者是在行业内排名第几名的客户。还有一个就是可以多加一些你运用到的工具和软件，不仅让简历看起来更具体一些，也让面试官知道你都会使用哪些专业的工具。下一个大点就是不重复。在你写各个 bullet point 的时候，怎么样能看起来更高级呢？就是最好不要用到重复的动词。我会在下面附上我常用的这样子的动词表。当你想表达一件事情，但是有过已经使用的动词的话，在这个表里肯定可以找到一个很好的替换，这样让看你简历的人也不会有审美疲劳。但这个不重复不只是局限在动词上，还有就是你每条 bullet point 想表达出来的特点。在同一份职业下，如果想写3条 bullet point， 第一个可以突出你的 communication skill， 第二个可以突出你的分析能力，第三个可以突出你的 leadership， 就是最好每一条想表达出来的优势都是不一样的，让公司看到你是一个全面的人才。最后一点呢，就是不得不说的简历的形式。简历最好在1页纸之内，这件事情就不多说了。还有就是形式上的一致性，比如说你的符号，我们在 Word 里面打字的时候，经常你打的是短行，但是按完空格了之后，它有时候会自动变成一个长一点的线，那就要注意一下，如果一个变长了，相应的其他地方都变成长一点的。还有字体的一致性，所有的日期要用同样的字体，所有的地理位置用同样的字体。这一类加粗了，那就都要加粗。空格也是很容易被忽略的，是空了2个格开始一句话，还是空了1个格开始一句话，通篇都要保持一致性。大小写也不说了，在写地理位置的时候，如果你用了大写，那就全都用大写。还有一个就是时态，如果你通篇都要用过去时的话，就不要出现2个加 ing 的形式的动词，通篇统一用过去时。日期的形式也是一样，如果你用了缩写，就全篇用缩写。还有地理位置，如果你加了国家的名称，就所有的地理位置都加。这些可能都是非常细节的小点，但是相信我真的很重要。至少当我去看别人的简历的时候，出现这种格式上的不一致，我会减一点印象分，会让我感觉他既不细心又不专业，所以简历上下检查10遍也是不为过的。以上就是我在美国10年改了上百次简历总结出来的一些心得，有一些可能看起来觉得有必要吗？一定要做成这样吗？这个可能就因人而异吧。我自己是觉得尽人事听天命，在我能够掌握的我能做的事情当中，那我就要尽全力做到自己的最好。简历也是一样，可能一份80分的简历和99分的简历在求职上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区别，但至少我心里会更安心一点，这份安心就会给我带来更多的自信，就让我觉得更加有几率拿到想要的工作。希望对即将要在美求职的朋友们有些帮助吧。今天的视频呢就到这儿，下一期呢想和大家分享一下如何善用 LinkedIn， 我自己都觉得是非常非常有用的。 LinkedIn 真的不只是简单的可以和人 connect， 你可以通过它发挥更多的功能，跳过海选直接拿到面试，幸运的话更快的拿到你的 offer。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，不要忘记关注一下我的频道。那我们下次视频再见啦，拜拜。